中美贸易战互卡脖子，没有一方要退缩。我现在54%我就不鸟你了，你再加104%、204%、304%都没有意义。中国已经预判美国的关税壁垒，老早就停止从美国进口天然气，但是川普也不会因此轻易的放弃。一个在疫情期间讲出说喝清洁液就可以杀掉病毒的人，你认为他的脑子里面长了多少东西，可以想出你们这么多财经专家所想的复杂的算盘呢？川普居然主动讲说，你台积电不要想反悔哦，你想反悔的话，我就要对你寄出100%的关税。可见得川普自己内心都觉得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台积电会反悔，但是问题是不合理的是赖清德政府不但不反悔，还说我继续倒贴。那你要把台湾所有的这些赚钱的产业通通连根拔起，然后叫大家通通都去做美国人，都去做美国的产业，所以台湾就没有经济了。那台湾剩下什么？那剩下一个空壳，这就是赖清德的算盘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宣布了对等关税报复，直接对美国报复34%的关税。其实川普第一时间吓傻了，说怎么中国的报复来得那么快？所以呢，美国沉淀了2天之后，终于在4月8号，美国时间4月7号来宣布50%。那事实上根据专家研究，当关税超过50%，再加上去意义都不大，因为再加上去再贵也得买，那叫必要用品。那你看 ONP 就讲到说全球关税战经济风暴要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关税战就这样，从历史可见，靠民粹鼓动关税战，到最后只会被民粹所绑架。川普是 MAGA 起家的，他靠着民粹起家的，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是他只能继续加仓加码。那就在川普宣布50%加到104%的时候，中国商务部也在同日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直接回应了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方奉陪到底。所以你到时候你就会看到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中国跟美国对彼此的关税是104%。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，当时关税战起来之后就下不去，大家拼命用关税对杀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说关税战正式开打？原本34对34是留一个缓冲空间，可是呢，照美国现在的玩法，那抱歉了，没有任何转换空间。如果川普的对等关税全世界上真的跟他对等，也就是说你30%我就还你30%，你10%我就还你10%，请问是世界失去了美国，还是美国失去了世界？老实讲，这次中国开了第一枪之后给了全世界上大勇气。那你看欧盟动起来了，最软的欧盟，28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关税，总共有9000多亿美元。欧盟第一阶段4月15号开始征收，第二阶段在5月15号开始征收，逼迫美国来谈判。但大家也知道，川普那天已经呛瞎了，不会跟欧盟谈判。早讲了，为什么呢？你看欧盟的目标是什么？肉类、谷物、葡萄酒、木材、服装、口香糖、牙线、吸尘器、卫生纸。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为什么都打这个啊？我告诉大家重点在前面几个：肉类、谷物、葡萄酒、木材，这几个是美国的农业州生产的用品。关税战一旦开启就没有回头箭，所以美国继续这样乱搞，接下来的就不是关税大战，关税大战必然伴随经济衰退，这叫做历史的金科玉律。我不是关税专家，我不是经济专家，但是历史小弟略懂一点，我只能跟你讲，从历史的教训来说，谁打关税战，谁就是历史罪人，就这么简单。第一个，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侥幸的心态，他们料准了这样子的态势，尤其川普上台了之后必定会上演。第二个，开始盘点他们所有的工具箱，中国的优势是什么，弱势在哪里？弱势当然就是强化，优势就是他们的筹码。因此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几年已经做了他们可以做的所有的准备。那么对于美国来讲，不抱任何的期待，不抱侥幸的心态，更不幻想说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呢就屈服于川普的压力底下，让川普予取予求。因此全民都做了这个心理准备，这件事情也是完全不同的。对，不会像现在台湾内部的混乱，也不会像现在台湾还有很多人对于川普有幻想，有我刚刚说的不切实际的侥幸的心态。那这个东西呢，会使台湾又付出非常高的不只是时间的成本，而且包括赖清德所推出来的这一系列错误的政策，会使得我们在这个坑里头
头陷得比谁都深。但是中美两大国开干开打的状况一定会殃及全球，更何况我再强调一次，川普不是只有针对中国大陆，我讲过 N 次了。因为台湾有些人愚蠢到认为说，那川普上台，中国踹一弹，那所以台湾是不是就相对的可以在旁边看好戏？那我早就预告，川普不会放过台湾，因为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就没有放过台湾。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，也是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，就是现在这种倒贴跪舔的策略，但是川普对台湾就是完全不看一眼嘛，完全没有放过台湾。所以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这一任有所改变呢？那拜登跟川普当然不一样啊。所以回过头来讲，今天民进党因为他的台独意识形态、反中意识形态，严重的错判了所有的国际局势跟台湾的处境，原因就在历史并不是会冷冻在一个节点然后永远不动的。但是民进党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40年前。那时隔40年后的今天，中国大陆早就不是当年冷战时期的中国大陆了，而中国大陆在这几年的疫情期间也没有倒退，更没有原地踏步，因为他对中国大陆的误判，因为对国际局势的错判，因为对美国总是带着滤镜在看美国。对，美国也已经不是10年前，不是40年前，不是30年前的美国了，但是在民进党人或者是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，是带着一个滤镜在看美国的，所以看到的美国跟现实的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误判，而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工作。而到今天，我敢打包票，赖清德跟卓荣泰还是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，还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。你今天如果两岸关系可以正常化，今天如果 ECFA 可以复活，重新继续的谈货贸等等的，那又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嘛。你不会被美国擒了，你也不会被美国绑死，你也不会在美国对我们下重手的时候，你还继续的跪舔，你还继续的倒贴啊。所以今天如果民进党的脑雾不开，如果民进党的意识形态的死结打不开，松不了，那台湾是没有救的。那回过头来，每个人都在问川普到底想干嘛？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？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川普就是字面意思，大家帮他想了好多阴谋论哦，把川普想得好聪明哦，把川普的团队想得心思好复杂，你们怎么会这样子想呢？川普就是他讲话的字面意思，川普就是不懂，就是误判，但是他就认为自己是天选之人。而且这是他最后这么不切实际的期待跟幻想。中国大陆会不会付出代价？当然会。被美国全球最大的市场用这样的关税惩罚，对经济怎么可能没有受伤？一定会受伤。但美国会全身而退吗？不会。美国会像川普所肖想的、所幻想的，换来很多的工作等等等等点点点吗？也不会。所以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，全球经济都会重挫。那接下来川普会怎么样？或许在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后，发现并没有像他预期的效果的时候，他又会祭出什么招？什么叫做预期的效果？就是说他很愚蠢的，就是他先提高关税之后，并不会在一夕之间，这些他想要的制造业跟工作就在美国长出来。可是你会在一夕之间，美国的物价就翻倍啊，所以你一定会先面临通膨的压力。所以川普呢，他就要用台积电模式嘛。台积电模式是什么？我先用100%关税恐吓你，然后我再用政治绑架你。那你台积电就马上承诺要来投资，要来设厂，是不是就提供我美国的就业机会？这就是他整套。所以他现在民进党就很配合啊，高关税你就没有办法出口到美国，让美国进口嘛。那你呢？很简单，你就把你的厂搬来美国设厂。那你搬来美国设厂，我美国的工人不就有就业机会了吗？是不是？这就是他想的异想天开嘛。想起来是不是很合理？但是经济实际的运作不是这样，所以民进党是非常非常可笑的。你连加拿大都不跪舔。我今天呢才听到一个最好笑的 idea， 就是我老公讲的，他就说很简单啊，台湾何必这样子呢？
台湾就直接跟川普讲说，你就收我做51州就好了。所以我也何必大费周章呢？马上美国就有制造业了，马上美国就有台积电整个的生产链了，因为台湾就是美国，台湾就属于美国，台湾就是美国的第51州，那你又何必呢？而且我想台湾人很多人都会举双手赞成，这才最好笑。当赖清德对美国无条件投降的时候，就是把台湾全部通通彻底的掏空毁灭，那还看不懂吗？所以啊，当你幻想的这些伤害从来没有成真，八字没半撇，可是呢，美国对我们的伤害可是千真万确，现在进行式在发生。